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叉社新出的模具游击小队的排挡杆。这个系列为什么叫游击小队呢？因为这些角色当时并没有入选记忆动画片，后来也是作为了游击抽奖的形式记忆的老玩具。这个东西是相当稀有的，所以叉社这回做出来不会撞车了。盒子并不大，包装峰会也是照着玩具画出来的。纸品标配的说明书人物卡，玩具在盒子里边是车型的包装，非常漂亮的一辆小白车。我估计啊，叉社将来玩重涂的时候，肯定会拿这个涂藤原豆腐店，对吧？其实这一次的小车拿起来很有分量，合金量是要比之前所有的车都重的。合金的轮毂，橡胶的轮胎，推车滚动很丝滑，别看它重啊，哇，很压手。再一个铁坨子就是。前方的跳灯，这个位置可以翻开，里边有灯的刻画。车门可以往后拉一下，这样打开，作为一个开门的展示。不过里边并没有什么驾驶舱的细节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开的方式啊，我们把它叠回去，扣住，然后顺着上方这里抠开，哎，把这个小炮再往前推一下，折起来，电镀的炮根部有滑道，往前推。哎，这个也算是游击小队这个排挡杆特殊的一个车载的攻击方式啊。除此之外，上方这里还可以打开，里边收纳的是人形的那个小枪，我们把它揪起来，然后立正，哎，也可以作为一个攻击的模式。还原了老记忆玩具的那个味道。涂装刻画方面做的还是很细的，前方的转向灯、保险杠，侧面的线条。屁股后方这里的刹车灯和转向灯，小的雨刮器。底盘看整整齐齐，这两块都是大合金片子，那也是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。相对来说啊，这一次的排挡杆变形还是比之前的都要简单很多的。首先抠起来下方这里的两个合金板子。然后再往前拆的时候，注意侧面这里有一个扣子，把这两个稍微的让一下，脱开，然后提起车头，顺着前挡风这一块的缝隙往下压，里边这里有两个扣子，拔开就可以拉长，把整个的大腿拉到根部，左右掰开，这里边的插扣还是挺紧的。顺势呢，我们也就把车门先卸开。脚丫子这里变形，先把侧面这儿有一个扣子打松，拉一下滑道，把这一块旋转下来大脚板儿。翻到后面来看，这个盖子90度立起来，然后对折，这里有一个插合的位点，扣一下。接着再往里卷的时候，这里会出现一个合金的咬钩，再跟里边的这一片挂上。哎，它的大脚后跟就叠起来了。接着车门后方这里啊，从这儿看，再往下拉，这里边有一个小的插点，打开。腿部依旧是跟叉社之前浪客游民的那个变形方式差不多啊，往出抠，嘿，一个 Z 字折叠，把胯部整个的拉下来。车门板这一片的变形，其实在说明书里边画的不是很详细啊，我们只需要记得根部这个双段关节往里贴到90度，放平，然后把这一块折进去，再把这个门撇到外面来，横着这片板子，然后立过来的时候，这里会出现一个卡槽，把这里固定一下。然后里边有一个边缘的挡肉件儿，我们把这个合金的黑色棍子再翻出来，再往车屁股看，侧面这里扣子拆开，里边的双关节提上来，后边这里稍微的拨开，左右把胳膊先放出来，然后这里边又有两个小尖炮，180度掏出来，
推一下。看车顶的这个盖子，我们把它整个的掀开，这个连杆的韧性还不错啊，应该也是尼龙的材质。往后折叠，再往下压，让这个大挡风玻璃贴到顶子上。根部这里的肩带是2个滑槽，往出拔，揪出来，里边有葫芦锁。再把脖子的这个关节往前推，滑道拖过去，整个的背过来。现在看中心的位置，这里有一个杆子，背后的这个竖着插孔，然后两边边缘有2个扣子，插车门的位置，对准这3个点进行结合。最后我们来变形胳膊，180度拉开，把这一片小臂上的零件抠开，旋转到另一侧包住。接着调整一下正确的方向，手腕旋转过来，这个双关节往下压，里边会有一个插扣跟肩膀处结合，然后把后车窗往内收，搞定。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胳膊变形。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个过程对于叉社的产品来说，真的已经是非常简单了。全身的这种合金的质感，拿起来你在变形的过程中都会感觉特别的压手啊。背后这里的小披风，头顶这里的一个造型和肩炮，肩膀上的造型以及大脚丫子，这些都是很还原G1老玩具的一些元素。背后这里看吧，其实包裹的不算太好啊，毕竟中间这里还有窟窿和。胳膊侧面这里看，腰部这里也会有一些镂空的地方，而且这个角色的小枪做的很难看啊，以前的左轮手枪那种弯弯的感觉。头雕做的这造型也是非常符合老玩具的那种复古风，因为这一款并没有出现在动画片里边，所以直接做的基于玩具配色。身上的涂装效果、细节点缀也是仿了老玩具的那种贴纸味道。可动方面，头部360度旋转。这个轴很紧，再加上有这个顶棚遮着，不好操作。点头抬头其实有一点点幅度。肩膀平举，360度旋转的时候，注意后边的这个小翅膀让开，并且变形的需要前后这里还有一个蝴蝶关节。二头肌360度可以旋转，变形的需要2段胳膊曲肘关节。可以把胳膊叠得很高，3指连在一起，1段关节，手腕可以旋转，同时可以外翻，腰部旋转360度，没什么问题，并且变形的需要有一点点弯腰的幅度。胯部前踢、后踢范围都很大，没有什么干涉，侧踢也能达到90度。大腿根部360度旋转，其实这块也是一个合金的零架。膝盖弯折已经超过了90度，脚踝左右接地，前后有一定的活动范围。该有的一些可动还是都有的，不过也是因为这个角色过于的冷门吧，可能朋友们认知度不够高。人形到头顶的高度在18公分左右，也是现在主流的配 MP 小车的身高。所以总结下来，其实这款排挡杆在质感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厚重的铁疙瘩拿在手里边非常的有分量，变形难度也适中，并不会像叉社之前设计的那些产品一样那么的复杂，并且在车型状态下保留了老G1玩具式的那种玩点和噱头啊。总体来说吧，算是一个半情怀向的产物。老G1玩具粉丝，尤其对游记小队有怨念的朋友们，可以考虑一下这款作品。那么得嘞，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